小月，我先问你一个中文问题，这个问题困扰我1个多月了。你说。如果一个中国人跟你说改天请你吃饭，这个改天大概是哪一天？哈哈哈。你笑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我真的等了1个多月了。六，我不忍心告诉你，这个改天可能永远不会到。什么意思？他骗我？他没骗你，他只是说了一句客气话。客气话，所以那不是一个邀请。那不是一个邀请，那是一句谢谢。他只是用了一种听起来更热情的说法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件事一直没想明白。上个星期我去一个同事家做客，怎么了？他一进门就问我喝点什么，我学中国人，我说不用不用不用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真的什么都没给我倒。我坐了2个小时，最后口渴的说不出话。这个我太熟了。你客气对了，可是你客气的次数不对。客气还有次数？今天这一期就讲这个，听完这一期，你至少能少受2个小时的渴。那我们从头来。客气这2个字翻译成英文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翻成 polite， 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坑。为什么？我一直是这么用的。polite 是一种态度，你心里有没有礼貌，别人看不见。客气不是态度，客气是一套动作。动作？对，是有来有回的动作。我说一句，你接一句，我再让一下，你再推一下。听起来像打乒乓球。我一直用的比喻是打太极，2个人推来推去，谁都不用力，可是这几个来回必须走完。那如果我不接呢？你不接，球就掉地上了。就像你那天，人家问你喝点什么，你一句不用不用，球掉了。所以那句不用不用不是答案。那不是答案，那是你的第一版，你打过去，等他打回来。可是他没打回来啊。因为你一口气说了3个不用，3个不用太用力了，在中国人耳朵里就像真的。我以为越客气越有礼貌。这就是最大的误会。客气不是越多越好，客气是要刚刚好。那我怎么分得清哪一句不用是真的，哪一句是客气？这是今天最值钱的部分，你记好，我给你4个办法。等我一下，我拿笔。第一个办法，听他给不给你一个替代方案。什么叫替代方案？你要送人回家，他说不用了，我打车。这个不用了，后面跟了一个我打车，那多半是真的。那如果他只说不用了不用了，后面什么都没有呢？那多半是客气。真话通常带着理由，客气话通常只有那3个字。这个我记住了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听他说的多快，重复了几次。越快越是真的。反过来，越快越急，重复越多，越可能是客气。为什么？这不合逻辑。因为客气话是脱口而出的，根本不用想。真的拒绝，人心里多少有一点犹豫，他反而会慢一点。哦，我那天说3个不用，说的又快又急。所以在他听起来，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客人。我不想懂事，我想喝水。哈哈哈哈。第3个办法，看你们的关系有多近。关系近的人客气少一点。越近越少。很熟的朋友真的不想要，会直接说不想要。跟不熟的人，那个不用了里面水分就很大。还有第4个。第4个，看当时有没有别人在场。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有人在场的时候，客气会加倍，因为那一刻他不只是在回答你，他还在给旁边的人看。所以2个人的时候说的不用，比10个人的时候说的不用更可信。完全正确。你今天进步好快。那我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别人推回来的时候，我到底该推几次？中国人心里有一个不成文的数字，3。3次。你递东西，他推回来，你再递，这是第1个回合。他再推，你再递，第2个回合。第3次呢？第3次他如果还是推，而且这次说出了理由，比如我真的吃过了，我在开车，我一声不让我喝，那就是真的了。那我就收手。收手，而且要收得漂亮。你可以说，那我不勉强你了，下次我们再喝。为什么还要加一句下次？因为那一句下次是把这个来回留着，没有断掉。哦，球还在桌上。对，球还在桌上，
这句话你以后会用得上很多次。小月，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你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客气话的清单，就像单词表那样？可以，不过我要先给你一个总的规矩，不然清单没用。什么规矩？客气话不需要你去兑现，客气话需要你去接住。接住。你不用真的等那顿饭，你只要在当下回一句合适的话，这句客气话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这一句我要抄下来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句，改天请你吃饭。这个我最熟，我等了1个月的就是它。它真正的意思是谢谢你，我记着你的好。它是一句谢谢，穿了一件邀请的衣服。那我该怎么回？你回一句好啊，那我等你电话。轻轻地说，笑着说。不能说，那就这个周五吧。可以，但是把客气话变成真邀请，我们留到最后再讲，那是今天的高级用法。好，留一个悬念。下一句，有空来家里坐坐。这个也是假的吗？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的，但它真的是在讲关系，不是在讲日期。这句话我得想一想。他的意思是，我把你当自己人，可是如果他没有说具体的时间，你就别自己去订机票。第三句，太麻烦你了。这个我听过很多次。你要回不麻烦顺手的事。顺手的事就是很容易，我没有多花力气。对，这句话的作用是替对方把心里的负担拿掉。第4句，让你破费了。破费是花了很多钱。是花了钱，而且花的有点多。别人送你礼物，请你吃饭，你就可以说这一句。那对方怎么回？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等一下，这2个词太难了。不成敬意就是我这点东西不够表达我的心意，请你别嫌少。中国人送东西的时候还要说自己送的少。对，这是规矩。送的时候要往小了说，收的时候要往大了说。那如果我说这个很贵，你一定会喜欢，那你就把对方的位置放低了，对方会不舒服。我又学到一个坑。还有一句，你在饭桌上一定会遇到，我随便做了几个菜。随便。桌上摆了10道菜，做了一整天，他还是会说随便做了几个。这在英国完全相反，我们会说我为你做了3个小时。所以你听到随便2个字的时候，千万别真的以为随便。那我要回什么？你要夸，你说这也叫随便？我在外面都吃不到这个味道。这句我背下来了。说到饭桌，还有一个场面你一定遇到过，2个人点菜，谁都不肯先点。太对了，他说你点吧，我说你点吧，我们就一直你点吧你点吧。然后服务员站在旁边等了5分钟。最后他说我随便，可是我一点他又说这个我不吃。因为我随便从来都不是随便。那我随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随便的意思是我不想承担点错的责任，但是我心里是有意见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快被这句话逼疯了。有一个万能的解法，你别问他吃什么，你给他2个选择。2个选择。你说我们吃辣的还是清淡的？他一定会回答，因为这个不用他负责。我把大问题变成一个小问题。对，中国人在饭桌上不怕做决定，怕的是做了决定别人不满意。那如果对方是长辈或者领导呢？那你就要先请他点，说一句您先来，您比较懂。他推回来你再点，但是要边点边问。边点边问是什么样子？你说那我先点一个鱼，您看行吗？每一道都给他一个说不的机会，这样他就一直在桌上。你今天这个说法我要偷走了。那下次点菜我就不怕了。再给你2句门口用的。第一句慢走。慢走我知道，走慢一点。不是，慢走的意思是我舍不得你走，你别急着走。这个太美了。还有一句有空常来。这也是关系的话，不是日期的话。你学会了。那我想问一句我最怕的，有人跟我说我尽量。我尽量。他到底来不来？我尽量的意思是我大概率不来，但是我不想现在就让你失望。这也太温柔了吧。中国人不喜欢当面把门关上，他会把门留一条缝，让你自己慢慢看明白。可是我们外国人看不明白啊。
所以你今天来上课了。还有一种情况我也不会应付，就是别人夸我。你的中文这么好，一定天天被夸。对，然后我就说谢谢，可是每次说完气氛都怪怪的。因为在中国，被夸的时候直接说谢谢，会显得你自己也这么觉得。那要说什么？老一点的说法是哪里哪里，年轻一点的说没有没有，还差得远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句很好用，你过奖了。过奖就是夸的太多了，对，就是你夸的超过我本来的样子了。可是我心里其实很高兴。当然可以高兴，你可以先谦虚一句，再把这个好还回去。怎么还回去？你说哪里还是你教的好，或者说主要是今天这个话题我熟。哦，把功劳分一半给对方。对，这样两个人都站得舒服。好，我现在会听了。那我自己该怎么说？先说最重要的依据，当你决定接受的时候，你要说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这句什么时候用？别人第3次让你的时候，你要收下了，就说这一句。为什么不直接说好，谢谢？好，谢谢没有错，但是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这句话里面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什么信息？这句话等于在说，我承认我们的关系够近了，所以我不演了。这是一句让关系升级的话。非常准确。第2句，太客气了，下次我来。这句的作用是把这一次的人情记下来，同时把下一次约好。又是把球留在桌上。你今天真的开窍了。第3句，我给你带了点小东西，别嫌弃。别嫌弃，就是别觉得我的东西不好。对，你送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放低一点。那我可以说，我给你带了点小东西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也很好，而且更自然一点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是我要请别人帮忙呢？我每次开口都很紧张。这个更需要技巧，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添麻烦。我一般就直接说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不算错，可是有一个东西你漏了，你要给对方一条退路。退路。你在后面加一句，如果不方便就算了。可是我加了这一句，他不就更容易拒绝我了吗？正好相反，你给了他退路，他反而更容易答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就算他说不，你们的关系也不会坏。人是在安全的时候才敢说好的。这个我完全没想过。还有一句也很好用，你要是忙就先忙你的。那如果他真的说不方便呢？那你就轻轻接住，说一句没事没事，你先忙，我再想办法。不能问他为什么。千万别问，你一问为什么，他就得编一个理由，那就变成你在逼他。所以中国人的客气很多时候是在保护对方。你终于说到最里面那一层了，客气不是为了让自己好看，是为了让对方不难做。这一句我要写在本子第1页。写吧，这一句比前面所有的句子都重要。我还听过一个词却之不恭，这个是什么场合用的？这个词书面一点，意思是你在推就是不尊重对方了，所以我收下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说？别人真心送你，你推了2次他还坚持，你就笑着说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这一句听起来很有文化。用对了很加分，用错了很奇怪，所以你要记住，前提是他真心。那我还有一个最难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我其实很想要，可是按规矩我应该先推一下，我很怕我一推对方就真的收回去了。这个担心太真实了。真的会有这种事吧？会，所以有一个技巧，你推的时候要推得软。怎么叫推得软？你别说不用了，你说这怎么好意思，太麻烦你了。这2句听起来还是在推。可是这2句里面没有不字，没有不字的推，对方就知道你还在桌上。中文真的太精密了。所以我常说，中国人的拒绝里面有一半是同意。这一句太狠了，我要记一辈子。不过Leo，今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，我怕你只学会前面那些，反而更糟。怎么会更糟？因为在中国，客气过头是会伤感情的。这我完全没想到。客气不是好事吗？你跟一个人越客气，你们的关系就显得越远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客气是一个距离的温度计？
这个比喻比我的好，客气越多，距离越远。那如果我对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客气，他会说一句话：你怎么跟我还这么客气？这是在夸我吗？这是在怪你。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，你把我当外人了。把我当外人。这里有一个词我要问，什么叫见外？见外就是把对方当成外人。你跟朋友说太多谢谢，他就会说你太见外了。这个跟英国真的相反。我妈妈从小教我，谢谢要多说。我知道，你们的谢谢是润滑油，越多越顺。可是在中国人的关系里，谢谢有时候是一道墙，一道很有礼貌的墙。你这句说的比我好。那一家人之间呢，我跟我爸爸说谢谢，会奇怪吗？会有一点，很多中国孩子跟父母说谢谢，父母会说跟我还谢什么？所以在最近的关系里，客气是要减掉的。对，要一层一层减掉。刚认识的时候客气最多，越熟越少，最后剩下的那一点才是真的。还有一个词我也听过，身份。身份跟见外差不多，有人帮了你，你非要马上把钱还清楚，他会说你这样就身份了。这些词都是在怪人，可是听起来像在夸人。你算是摸到中文的门了。那我以后听到这两个词，就知道对方是在拉近关系。我跟你说一件我自己的事，说完你就懂了。我最爱听你的，真是。我店里的面粉2年都是同一个供应商，姓陈。陈老板，我一直叫他陈老师，每次发消息都是麻烦您了，太谢谢您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不是很有礼貌吗？非常有礼貌。可是有一次我急着要一批货，第二天早上就要用，我半夜给他发消息，他有送来吗？他送来了。他把货放下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小月，你要是早点像个朋友一样跟我说话，这种事我早就替你想到了。这句话有点扎人。当时我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，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尊重他。可是他觉得你在跟他保持距离。对，我那2年的客气，在他那里不是尊重，是一堵墙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改了，我开始跟他说，陈哥，这次又得靠你了。就换了一个称呼。换了一个称呼，还有语气。现在他来送货，会自己走到后面拿杯子倒水喝。他自己拿杯子，这就是关系变了。在中国，一个人在你这儿开始不客气，那才是关系真的开始了。小月，我还有一个观察，不知道对不对。你说。我发现年轻人好像没有这么客气。你观察得很对，这几年变化很快。怎么变的？我们这一代在微信上很多话直接就说了，吃饭 AA， 转账就转账，不推来推去。不推让了？推让少了很多，有的人还会直接说这周我不想出门，我们下次吧。这在以前是不是很不礼貌？以前会觉得这个人不太会做人，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样反而省事，大家都轻松。那客气会消失吗？不会，他在往两头走。什么叫往两头走？跟不熟的人客气还在，甚至更标准，因为大家都用微信，看不见表情，只能靠话。那跟熟人呢？跟熟人越来越直接，所以客气反而变成了一个更清楚的信号。什么信号？你看对方对你客气到什么程度，就大概知道你在他心里排第几。这个太可怕了，也太有用了。所以你别只学怎么说客气话，你更要学怎么听客气话。那我们回到我开头那个问题，那顿饭我到底还要不要等？不用等，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高级用法。来了。你去找他说，上次你说要请我吃饭，我一直记着，这个周五我请你行不行？等一下，他说请我，我为什么要请他？因为你不是在要那顿饭，你是在把一句客气话变成一次真的见面。而且我把请客的位置抢过来了，他就没有负担了。完全正确，客气话要变成真邀请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来定时间，客气话里最缺的就是时间，你把时间填进去，它就活了。你来定时间，这是今天最有用的一句。那我们今天总结一下。我来吧，我想试试。你来。第一，客气不是礼貌，是一来一回的推让。
重点在回合，不在内容。好，第二，听到不用了的时候，看有没有理由，说的多急，关系多近，旁边有没有人。太好了。第三，客气话不用兑现，要接住。想让它成真，你来定时间。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第四，客气是距离的温度计，跟越近的人越要少。Leo，你今天可以毕业了。那我现在能不能用一句，你说，小月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我要一杯你店里最贵的那个。哈哈哈哈，用的非常准。也请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有没有把一句客气话当真过？或者反过来，你有没有一次因为太客气，反而把一个人推远了？写下来，我们下一期挑几条念出来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们陪我们做了这么久。下期见。出门别急着走，我给你倒杯水，这次你可别再说不用。